据俄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7月27号的消息显示，俄罗斯东部军区麾下某支机械步兵团不久前从外贝加尔地区出发，在当天抵达中国西部某军事场所，未来会在宁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进行为期1周的联合军事演习西部协作2021。按照俄军方的消息，为了增加真实环境的演练，俄军需要在预定的演习场所进行前期侦察，随后与部署的解放军进行联合训练。实际上，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中俄关系密切，此类联合军演的事情并不少见。自2003年以来，前后超30次联合军演。自2018年，中国首次派遣成规模的部队前往蒙古国与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这一度震惊西方社会。不过，俄军抵达中国西部进行军演的事情却颇为罕见，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也被外界进行了更多的解读。有观点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就中国而言，台海问题突出，统一已经成为拦在我们复兴道路上的最大问题。而在这场统一战争中，是否会导致中美及其一众附属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甚至是印度的武力干预，是一个台海问题的关键话题。而俄罗斯呢，北约在几个月前甚至差点就挑起了俄乌战争，边境大军云集，黑海地区北约舰队甚至公开闯入领海，国内也开始出现多地动乱，西方间谍机构插手痕迹明显。因此，中俄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选择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联合军演，这背后的意味就有些微妙了。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秀肌肉，这也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绝对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向西方低头。即便是北约在西方集结部队，美国在东方纠集对华军事同盟，而这一次秀肌肉也是正式向西方警告要打奉陪。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就有不少西方媒体故意挑拨中俄关系。此前，英国 BBC 就暗含语言陷阱地向普京提问，如果解放军攻打台湾，俄罗斯会如何处理？而普京则巧妙地回答，自己不会向假设性提问进行回答。解放军还没打呢，俄罗斯不会预先考虑这个问题，等发生了再考虑后续的事情。而如今，中俄在宁夏的联合军演，其实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英美的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意味着中俄双方都已经预判到大规模的战争或许不再遥远。一直以来，面对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衅，中国大都采取的是防御姿态。但是事实证明，一味的克制忍让是换不来和平的。近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频频挑衅。最近的中美会谈上，中方就指出，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既想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在英国航母战斗群即将进入南海挑衅之际，美国方面就怂恿英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挑衅。显然，美国此举除了有鼓动英国挑衅的意味外，还暗藏着巨大的坏心，即似乎希望通过英国此举来鼓励更多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南海挑衅。从这一动机来看，美国同中国进行会谈，根本就没打算同中国握手言和。而对于美国这样频繁的挑衅，中方的耐心似乎已经用尽。在这次中美会谈上，中方做出一举动，被外媒称之为史无前例。据悉，在这次会谈上，中方主动向美国提出了2份清单，并划定了3条红线，其中2份清单分别为要求美国纠正对华错误政策以及言行的清单，另一份为中国重点关注的个别清单。而3条红线则是美国不得做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举动，不得阻挠中国发展进程，不得挑战甚至诋毁中国的国家道路和国家制度。显然，这样的举动是十分少见的。外媒对此分析称，这是中国开始对美转守为攻的信号，同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表明中国在美国频繁的挑衅之下已经是失去了耐心。这足以见得中方这次2个清单3条底线的做法背后蕴含的信息量极大。而在看清了中国这一次信号之后，美国盟友以及同美关系密切的国家似乎都纷纷选择避让。之前美国在国际上攻击中国时，他们一个个挺身而出，跟在美国后头朝着中国叫嚣。而如今在美国被中国严厉斥责时，他们却纷纷选择避让。号称是美国忠实盟友之一的澳大利亚罕见承认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的趋势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并表示成为超级大国是中国应有的正常地位，并不是西方人眼中的一个异常现象。而另外一个则是在中美之间反复横跳的东南亚小国菲律宾，其总统杜特尔特日前表示将排除与中国在南海开战的可能性。这些国家的表现就可以很好的证明，现如今中国早已今非昔比，面对挑衅，中国随时可以出手将对手打残。事情最开始是在美国当地时间7月26号，这一天有网友发现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结束了天津会谈才离开中国，就迫不及待在外网社交软件推特上
发文攻击中国，声称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并且后续将继续敦促中国遵守国家规范和义务。如此言论显然与中美双方在会谈时所说的内容大相径庭。有不少人认为，这种转身果断变脸的行为实在有些掉价。堂堂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副国星，就剩下这种人物，实在有些可笑。网上有观点认为，谢尔曼转身就变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身的定位依旧不清醒，依然保持着固有的傲慢和种族歧视态度。而这种认知大概率是在谢尔曼访问日本和韩国、东南亚等国的时候养起来的，不论对谁都是一副趾高气扬的态度。在上个月，谢尔曼访问柬埔寨，柬埔寨最高领导人赶忙出来迎接谢尔曼抵达，这个规格给的就很足。结果呢，谢尔曼场面话都没说，直接质问柬埔寨为什么拆了军事基地，却没有通知美国和中国有没有什么秘密军事合作。随后去泰国、印尼，同样是这副鬼德性。最绝的还是去日本和韩国访问，活脱脱一副钦差巡游地方的姿态。谢尔曼抵达日本东京以后，直接要求韩国外长来东京觐见自己。这里要提一点的是，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可一直不好，双方也早就互不访问。结果谢尔曼愣是一声令下，让韩国外长打破底线，跑来日本觐见谢尔曼。这种环境下，直接助长了谢尔曼傲慢的气焰。结果呢，来到中国访问，却瞬间让谢尔曼心态失衡。中国人原本都懒得搭理他，几次来来回回在国际上炒作要中美会谈，这才愿意坐下来谈。在天津会面时，谢尔曼的目的其实外界都清楚，无外乎是向中国求援，希望中国能够提供物资，帮助美国缓解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拯救濒临崩溃的美元体系。而且在会上也积极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分裂。但很明显，我国是看破了谢尔曼的诡计，很明确地给他送了2份清单和3条底线，想让中美双方正式上谈判桌，好好谈一谈帮你美国人救命的问题。就先改掉美国一直以来的傲慢和偏见，没有这些先决条件，中美是不可能存在谈判事宜。不过这份先决条件的内容，很直接地指向了美国不再阻碍中国复兴，不再破坏中国稳定，不再挑战中国统一和主权完整。美国显然不可能接受，因此谢尔曼这一次出行中国的目的没有达到，直接给人心态整破防了。后续的变脸丝毫不让人意外。从目前来看，我国周边海域局势并不容乐观。在东海方向上，日本叫嚣要建立一道海上防线，阻隔解放军前出太平洋的步伐；在台海方向上，美国则一直充当着进攻的主力军；而在南海，近期则迎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挑衅者，那就是英国。说它危险，并不是指英国海军舰船能够对中国造成多大威胁，而是指其接下来的可能举动。英国军舰在疫情肆虐、防空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来中国周边挑衅。单单从这里就能够得知英国此番前来挑衅的坚定决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要在中国周边做出多么危险的挑衅举动，似乎都有可能。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日前英国似乎还被美国下了一道死命令，美国怂恿英国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挑衅。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英国真的听从美国的话，闯入了12海里内，那么将无疑是实实在在的突破了中国的底线。这样的行为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从不久前英国军舰闯入俄罗斯领海12海里基线挑衅这一举动来看，此番英国军舰很有可能在南海再一次上演这一戏码，硬闯中国大门。一旦其迈出了这一步，不仅是赤裸裸的挑衅中国主权，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引得其他挑衅势力争相模仿，届时中国的麻烦可就大了。所以从这里来看，中国海域周边局势全面升温大有依据。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我军似乎已经退无可退了。此时此刻，口头上的警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唯有用真刀真枪才能震慑前来挑衅的人。日前，我军就罕见现一实战动作。据悉，近日解放军多型战机都携带电子战吊舱参加演训活动。按照惯例来说，电子战吊舱属于一个国家的高度军事机密，因此在一般的演习中是不会轻易出现。而一旦其出现，只有一种可能的情况，那就是进行实战意味浓厚的备战演习。据悉，除了歼11B 和歼10B搭载了电子战吊舱外，连同歼轰7飞豹战斗轰炸机也携带了2个十分显眼的电子战吊舱演习，这在外界看来是一个十分强烈的实战信号。可以说，英国既然敢来挑衅，那么中国该敲打就得敲打，该出手收拾就得出手收拾，不然他们真的会以为中国没有实力不敢出手。一旦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那么未来中国周边类似的麻烦只会更多。